上合组织土耳其意气风发，塞浦路斯美利坚背后下刀，还是美国人最擅长拆家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这几天呢，土耳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还是挺亮眼的，借助上合组织平台，还有撒马尔罕这个峰会的机会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积极和组织内的其他国家展开了互动。比如说，在领导人晚宴上，他占据了 C 位，谈笑风生。普京跟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在边上坐着听他讲故事。故事开头大概是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时候还没有美国。画面上真是其乐融融。另外呢，埃尔多安表示，身为北约国家，土耳其要加入上合组织，这是他的目标。彭博社的新闻马上就强调，土耳其寻求成为首个加入中国所主导的上合组织的北约成员国。而面对中国，埃尔多安也表示，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高度契合的，所以愿同中方一道推进中土战略进入更高水平，希望加紧与中国的合作对接，推动中土共同发展。其实，不管是跟俄罗斯密切交往，还是和中国一起搞一带一路，这些事儿别的国家都做过，包括北约内部，希腊、卢森堡都是一带一路国家，美国的反应是不激烈的。但是土耳其有这种表现，美国就不舒服了。毕竟欧洲那些北约国家里边，现在军队规模最大、最能打的，已经不是德国这些老牌军事强国了。土耳其、波兰的军事力量才是北约内部除了美国之外规模比较大的。而土耳其如果被美国逼得去跟俄罗斯套近乎，那俄乌问题上，北约一小半底气就虚了。同样，跟中国加强战略合作，在新疆问题上，美国又少了一个支持力量。美国如果压不住土耳其，那对中国搞制裁，北约内部都没有可能一致通过。前几年，土耳其跟美国之间那些矛盾冲突加剧，有效改善了俄土关系，所以埃尔多安的这些举动可能又刺激到了美国了。美国呢，当然也不会闲着了，这两天刚刚通过了批准塞浦路斯2023财年采购美国的军工产品，这也是专挑土耳其的软肋下刀子。因为塞浦路斯问题卡在希腊跟土耳其两个北约国家之间，这是土耳其志在必得的。而且这个矛盾如果不能化解的话，不仅仅是引发了民族仇恨、宗教对立，也是北约内部最大的裂痕。其实，作为北约这个组织的领导者，美国最应该做的是消除这种裂痕，而不是去放大。但是美国总想着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改变土耳其，改变不了就对土耳其进行打压。所以我们看到双方围绕军轮问题、土耳其引进俄罗斯武器问题、F-35的问题争吵调门都越来越高，结果就是土耳其对美国的抗拒心态也在逐渐加强。现在呢，土耳其在俄乌问题上还是要求俄罗斯退出克里米亚、退出乌克兰领土，同时呢，又在其他领域跟俄罗斯保持合作。它是在西方跟俄罗斯之间保持平衡，问题就在于这个平衡会不会被美国人自己打破。其实呢，美国对中国也一样。中美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，甚至经历过南海撞击跟大使馆事件之后，还曾经出现过一段恢复，到了2008年的时候回到一个小高峰。但是美国面对中国犯的也是同样错误，没有抓住真正的战略利益需求去跟中国保持合作，而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，一定要在台湾、新疆等问题上反复攻击我们，生生给美国自己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对手。所以，真正看清自己的国家利益很重要，胸怀和格局特别重要。中国政府为什么说不同意识形态、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和民族之间也应该互相尊重，也应该团结合作？其实就是要避免这种错误。这里要提醒一句啊，很多朋友必须给自己树立一个概念，我们自己千万别犯美国式的错误。合纵连横要落在具体的行动上，不能只挂在嘴上。